前的所有朋友们也已经迫不及待了，对不对？那接下来也让他能够感受到我们所有朋友们的热情，可以把他的名字在我们评论区刷起来。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欢迎演员李佩恩，欢迎。哇，太帅气了！欢迎欢迎欢迎佩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欢迎你啊！来，先请坐吧。哇，还带了一盒我们的肌乳面膜来到我们现场啊！而且我刚刚发现哦，我们的这个聚光灯追过去的时候，打在你的脸上，偷偷观察了一下今天的这个状态和造型，也非常特别。可以说来我们直播间还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些造型上的小惊喜。那我们在屏幕前呢，也有很多朋友们其实等待你很久了。那我们先和大家正式打个招呼，好不好？大家好，我是演员李佩恩，很开心能来到肌旅特别剧场，非常感谢大家今天能来到直播间，希望接下来能和大家一起度过愉快的时光。这个打招呼还是非常的正经的，但是我相信我们在接下来几个游戏环节，咱们就放开了耍，放开了玩。今天给你准备了几个，我觉得可以说是游戏，也可以说是挑战。我们也一起来通过我们接下来几个游戏和挑战，既能够感受一下我们肌乳面膜的魅力，同时呢，也可以看一下你在生活当中又有哪些有趣的事情可以和大家分享，好不好？那我们就一起期待一下了。但其实我还要卖个关子，今天虽然准备了2把沙发。我刚刚说，还可能还有第3把，你还可能已经猜到了是不是？我觉得刚刚你这一出场就是一个主角登场的感觉。那今天在直播间，除了你一位主角，还有一位主角，他是谁呢？他是当当，没错啊，你还是一下就找到了，它就是我们的爱意充沛专属礼盒。那我也想花1分钟的时间和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一个礼盒，因为它不仅仅包含我们肌旅的大师面膜、白月光面膜，同时也包含这一次佩恩的黑色皮造型的全新周边。大家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周边以及小卡上，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帅气。我觉得当时拍摄这个小卡的时候，是不是也感觉换了一种不一样的风格和大家呈现？是的，就如大家所看到的，看到有这么多，对不对？这样，没错。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了超多的这个福利，同时这个礼盒当中，我觉得真的是满满当当的。而且呢，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边是我们的一个光栅卡。我直接在我们直播间的镜头给大家用特写看一下。哎呦，这么厉害你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叫什么？你通过不同的角度都能够欣赏到你帅气面庞，这叫360度无死角的帅啊！被我游到了一下啊！好，我接下来不那么游了，我接下来就大大方方夸。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光栅卡啦，它其实非常的特别，因为我刚刚走过来的时候，我发现，我每走一步，就是我的角度变换了一下，它的这个呈现出来的样子啊，其实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一套其实蛮适合作为收藏的。所以大家喜欢的话呢，也可以来到我们的链接当中去进行点击下单。那稍后呢，我们也会继续为大家解锁更多的直播间专属福利。同时，今天在我们直播间消费前10名呢，也可以获得佩恩的专属亲签哦。这个是刚刚签的热热乎乎的，是不是热乎乎给大家亲签。那个厚爱感谢厚爱，我相信今天在直播间能够获得你亲签的一定也会非常开心的。那其实我们说回这个礼盒了，我们刚刚看到这个礼盒的时候，你也一下发现，今天是我们直播间的另外一位主角。那不知道你当时看到我们这位礼盒的时候，是有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就很特别呀，特别是上面的照片。这主要是照片特别是吧？还是沉迷于自己的美貌当中了？当然，我们在礼盒当中的肌乳面膜也非常特别，对不对？它能够帮助我们在各个不同的场景都能够展现出好的状态。主要是我还蛮惊喜的，因为我平时也会，就是也在用这些面膜也在用。对，希望大家收到这个礼盒之后也能感受到这份心意。好，我知道后面是相当于是我们要补充一下，前面才是说出了自己的心声啊。好，那我觉得带大家看完了我们今天的爱意充沛专属礼盒，评论区很多朋友们应该也和我们一样非常期待收到实物的那一刻。那我们更多福利其实也会在稍后和大家一一解锁，所以大家也可以稍安勿躁，和我们今天的这一趟旅程一起进入到我们的特别剧场当中啊。那我们话不多说了，今天给你准备了很多的
的这个小游戏和小挑战。我们就先开始第一个互动环节，叫做人生剧本挑战。人生剧本，人生剧本，因为我觉得这是很多朋友们在生活当中都会碰到的事情。我们可能有时候碰到了一些选择的时候，它其实没有标准答案的。特别是我们可能会碰到一些两难的境地了，好像我往左边走也行，往右边走也行。那接下来我们挑的这几个问题啊，都是大家可能会在生活中陷入两难抉择的情况。那接下来看一下你会怎么选，好不好？好的。但是不用有压力哦。我们今天第一个小挑战它不一定说你有哪一个标准答案，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去进行作答。没事，可以往左边走，可以往右边走，还可以往前面走就很多方向，咱们只要是就是走在自己想要选择的方向就可以了，对不对？那我觉得我们也通过这个小挑战，也让大家能够看一下，佩恩你在生活当中是怎么样去选择的。同时，大家也可以在我们评论区一起互动，看一下，适不适合佩恩有十足的默契，会选择同一个答案呢？好，那我们就开始喽。好，第一个很简单啊。A 选项做喜欢的事情和 B 选项做擅长的事情，你会选哪一个？我选 A， 做喜欢的事情自己喜欢还是比较重要的，要有这个热情所在，对不对？对的。好，那当然擅长也很重要，擅长也很重要，前提得喜欢，然后再擅长我觉得确实，你有这个逻辑性在里面，是的，是的。但是你只给了 A 和 B， 那我先选 A， 再选 B 是可能我们先发现一个兴趣点，做了一件喜欢的事情，做着他就擅长了你需要有热情嘛。没错。好，那我们看一下第二题第二题有点难了。A 选项被所有人喜欢 ，B 选项做真实的自己。我选 B， 做真实的自己，对不对？但其实我觉得这两个选项也不冲突，因为其实我们做真实的自己，也会有那么一些人会喜欢你的所有，对不对？是的。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题喽。第三题 ，A 选项是天赋 ，B 选项是努力。我选 B 选项，我以为你会选 A 选项呢，因为我每次看到你在一些角色当中的呈现，我都觉得哇塞。这个拿捏的水到渠成啊！那我还是觉得努力更重要一点。还是努力，就还是要在背后不断的打磨，是的，对不对？包括说每一个角色的呈现也好，其实也相信你在背后也花了非常多的，也非常用心，花了很多的精力去进行打磨的。好，是的。看一下第四题吧。第四题 ，A 选项结果重要 ，B 选项过程重要。我选 B。其实还你这个题目还蛮刁钻的，所以我们不可能说，有时候朋友们说，你可能追求一个东西追求很久，好像也得看重结果，对不对？结果固然重要，但是先要有过程才能有结果。没错，还是要享受我们在追逐结果当中的过程。我相信在这个过程当中，只要我们用心去做了，这个结果往往都是我们能够接受的这个好的结果。好，那接下来看一下第五题 ，A 选项。热爱优先 ，B 选项稳定优先。热爱优先。热爱优先。为什么会选择热爱呢？热爱优先的话，它就是稳定这个稳定这个优先的话，它只是很稳定的，只是很稳定的优先。稳定的优先。好。但是热爱优先的话，它可以稳定，它也可以横冲直撞，然后也可以就是跌宕起伏，但前提你得。热爱，没错，我觉得就像我们的生活一样，就是你可以稳定，但是我们在平淡的生活当中也需要有一些做出抉择，或者说选择一个不同方向的勇气，对不对？对。好，我们看一下第六题，第六题有点难度哦。如果说你明天或者说后天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场合，但是呢，你对于皮肤的管理上，或者说你要准备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吧，你会熬夜硬撑把它做完，还是说要提前做好状态管理？我选择 B 提前做好状态管理。就你是会提前做规划的那种。是的，因为重要的事情来临之前，我更希望自己准备好嘛。确实，那就不至于说，当你碰到一个比较重要的场合的时候，手忙脚乱，对不对？对的。我觉得这个确实很多朋友我们在生活中也会碰到这样的问题了。比方说小时候写作业，我就会想，我好像想要先把它写完，就是可能我熬了个大夜也会把它写完。但是我们现在毕竟成年人了，要工作了，我们平时的状态其实还是很重要的。那我就没有办法经常选择熬大夜。那不管是我们在日常面对这种重要的工作啊，或者说和一些重要的人去见面的时候，其实都不太适合等到我们的这个状态垮了再去补救，对不对？是的。
所以我觉得每一次高光登场之前，我们其实就像刚刚佩恩说的，我们要提前做好准备。那其实说到提前做好准备，我觉得让我想到了我们肌旅的大师面膜。还有它其实就很适合在一些比较重要的场合之前，让我们提前做准备。提前准备一下，让我们的这个状态马上拉满回来一下，对不对？对的。看来平时也是没少被我们大师面膜经常用过，是不是啊？还是体验过了才知道，对不对？对。但我觉得今天这个皮肤状态也非常的，就是看起来非常的细腻啊。然后这个皮肤状态让我想到刚才你的一个问题啊，您说。虽然这么说有点自恋了啊，您说，我已经准备好了，我要开始录音了。虽然有点自恋啊，但是我刚刚突然想到的，就是你在天赋面前，但是你还是要努力做好。提前准备好准备工作，用肌旅大师面膜。怪不得你看我刚刚就说你是，所以才会现在你看到的皮肤状态那么好所以其实我觉得每次看起来像是天赋型选手的背后，都离不开提前准备，对不对？对的。看来也解释了一下我对佩恩以往的这个。固有的印象，我每次都觉得哇，这个演技浑然天成啊，看起来好像是天赋型选手，其实不管是我们的状态也好，又或者是给大家呈现出来的样子也好，其实都离不开提前去做好准备。对的。太棒了，我觉得这个解释非常到位啊，也让我们这个两难的选择题变得不是那么两难了。那为什么佩恩你会选择肌旅作为你的这个，比如说好状态的搭子呢？我选择肌旅品牌就是肌旅面膜，原因很简单，就是它非常适合就我们刚才说的，提前做好状态管理的场景里，比如说熬夜之后，重要活动之前，旅行前，拍照前，约会前，你看而且像今天这种场合，就要在好状态出镜的时候，都可以用一片我们的。肌旅大师面膜，对不对啊？不愧是提前准备了一下，今天这个状态，我觉得就是非常的 bling bling 的状态，要把状态稳稳的拖住。没错，今天这个状态就很稳啊。那刚刚我觉得很多朋友们也通过我们的这个不同的选择题来了解了一下，平时佩恩碰到这种比较两难的情况下，你会怎么样去做选择？但是接下来这个环节。不仅仅让大家了解到了更多你在生活中一些选择上的思路，那我们同时还给大家解锁了一个特别的福利。什么福利？是什么福利？你看你的左边飘来了一个红色的丝带。哇！这是一个巨幅海报，而且据说这个海报很高很大，是一个巨幅的2米的海报。你看它是那么高，我就知道。你已经。好像已经伸出手，有点跃跃欲试，想要揭晓了。那这样，我们话不多说，直接给大家揭晓一下，好不好？很酷啊，很酷，是不是？那这样，我们一起见证一下。好，来，请。这让我想到什么怎么等一下金榜题名我们看一下，等会儿这个里面的内容是什么那这样，我们一起来站起来和他展示一下，好不好？好，我们来有点仪式感，然后我一起倒数3个数，大家也可以一起来期待一下我们这个巨幅海报是什么。我们也可以往同框的，往我们左边站一点点，我怕等我这个海报太大了，我往左边站一点，往这边站一点点。那我要摆好 pose 了那我们先看一下我们这里面的 pose 好不好？我们来3秒钟，数到1的时候，我们就给大家揭晓，好不好？好的。来，3、2、1。哇，好帅啊！我以为你以为只是一幅海报，但里面还有花瓣，对不对？对这是肌旅品牌给你准备的这个满满的爱意和心意，满满的浪漫满满的浪漫。你看这不是同框了吗？非常的帅气，而且我觉得是2个不同的风格。好，那我们先请坐吧。还要多欣赏一下自己，对不对？好，那我们给大家截个屏的时间。好的，好，来，那我们先请坐吧。好的，谢谢。哇，而且我刚刚发现你有点淡定哦。我刚看到的时候，我说哇，一个这么高的巨幅海报。然后你当时看到自己这幅海报的时候，你可能注意力集中在这个花瓣上了，是不是？它就洒下来了呀。还是比较一下被容易被发现的。对的，还是非常浪漫的。那我们完成这个小挑战呢，其实也是有一定的这个阶梯性的小条件的。我们今天呢，首先会给大家解锁出了我们这个2米的巨幅海报。但是大家要如何获得呢？我们当天累计成交达成1000份的话，我们可以给大家解锁52份的2米巨幅海报。那同时，如果说当天累计成交达到3000份，可以给大家解锁150份的2米巨幅海报。那同样厉害的来了，如果说当天累计成交解锁5000份，我们也会给大家
继续解锁更多份的2米巨幅海报，应该是520份啊！我相信，如果相当于说我们的成交达成的越高，大家获得我们巨幅海报的几率也会更大。而且不仅如此，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一份礼盒当中，不仅仅有大家非常喜欢的，没错，大师面膜这样的核心产品，同时呢，也有很多我们的周边的福利机制给到大家。那同时，大家参与进我们的抽奖环节，也可以和我们今天一起来解锁一下佩恩的巨幅海报。那如果说想要海报的朋友们，一定要记得先行下单哦，因为我们稍后所有的抽奖环节一定要记得是有今天的下单记录才可以进行参与的。那刚刚我们一连串的回答了6个 A、B 的选择题啊，我相信还有一个问题，让我们屏幕前的大家回答吧。这个问题我看一下，给到我们的是第7题，给到大家的选择哦，看看大家会怎么回答。A 选项，中彩票，我觉得中彩票还不够有吸引力，中100万的彩票，这还不够有吸引力啊，所以我给它加了一个数值嘛。B 选项，B 选项是什么呢？ B 选项是佩恩请你吃晚饭。你觉得大家会怎么选呢？好期待啊，好期待看一下我觉得大家会就是成年人不做选择，就 A、B 都要，对不对？我现在看不到评论，但我现在想象了一下我们评论区飘出来的答案，大家也可以把你做的选择在我们的评论区发送出来。那我相信它确实哈，我们刚刚的这个人生剧本挑战确实比较有趣味，那同时也给我们揭示了很多在生活中碰到的一些成长啊，或者说我们一些热爱，包括我们一些事业、生活等等方面的一些真实的想法。其实我们发现每个选择背后，其实它更多的是两面的，它并不是非黑即白的，只是看我们如何去选择，对不对？好，那接下来我们的第一个挑战也算是完美收官了。那我们接下来话不多说，进入到我们第2个小挑战。第2个挑战呢，是一个高光情景剧的挑战。高光情景剧，没错，你看今天来到我们现场是主角嘛，而且你看今天这个从我们的幕布走过来，给你搭了一个非常大的这个舞台。那要看一下你在我们的这个特别的剧场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呈现。来，我们先上一个我们的道具给到大家。这里呢是一个转盘，然后呢在我们的转盘当中有很多不同的情景。那接下来你会随机的选择几个情景，然后我会来描述一下这个情景，那你要根据我的描述来进行演绎。同时我可能语速会变化哦，这要考验你能够马上听到我的台词，同时立马做出反应的能力了，好不好？感觉有一点被挑战，小紧张了，是不是？好，没关系。那我第一个我说慢一点吧，好吧？我们先抽一个，看一下你会抽到什么样的情景。你不用让着我。好，那我不让，那我，哎呀，这还你又紧张又不能让我让着你，那我们看一下接下来的表现吧。咱们先抽第一个吧，好不好？好，来，先抽第一个，看一看。好，看一看是什么情景呢？这是手动喊停了是吧？看一下，手动喊停了啊，没事，我们看一下这个情景是熬夜拍戏。好，那我来看一下这一个题目，请听题，你需要根据我的旁白来做出反应。那大家也可以做好准备，开始录屏，好不好？我们导播老师可以给喷一个特写镜头。旁白。我旁白，然后你根据我的旁白来进行演绎啊。好，场景小剧本第一个，熬夜拍戏。今天拍戏到凌晨，你的心里已经开始欢呼，哇，好累啊，终于要收工了。而且导演这个时候拿起喇叭说，大家辛苦了，今天，这个时候你眼睛一亮，已经准备要鞠躬下班了。结果导演继续说，今天大家状态很好啊，我们收工前再来一条，我们再保一条。这个时候你的表面微笑说，好的，但是内心已经在忍不住吐槽说 OK， 导演没问题，再来一条啊！我以为说你的内心想要说，内心是这样的，但是真实，你刚刚的那个动作是你会表现出来的，还是内心想法？你说我刚刚那个动作是就是你说OK，导演没问题，是你真的想要这么做？前面已经是内心
OS 了，已经 OS 了。对。然后导演没问题，再来一条。没问题啊，所以说这还是行动上还是说啊，那我们再配合来一条嘛，是不是？好，那但其实，我们想要说，你在这个场景当中，为什么你会能够这么自信的说再来一条？因为本来我们试的这个场景是感觉到你已经比较受累了，因为拍到了凌晨嘛，感觉会有一点担心皮肤状态不好啊，或者说脸垮了，但是你依旧能够，导演没问题。导演没问题，等我先用一下肌旅大师面膜，然后我再继续拍一条。太棒了，一下就把我们的主角给有请出来了，是不是啊？好，我觉得这个题没有难倒你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下一题吧，我们再抽一个。我刚刚没有仔细观摩你的表演，我都沉浸在我的这个旁白当中了。接下来我要好好观摩一下，而且我肯定不让你我可能语速会快一点，看一下你的这个状态切换的能不能非常及时，好不好？好，那我们再来抽一个。好。看一下这一次停在哪儿呢？这力气还是使大了一点。好，那我们再停。好，这个是空调房久待的场景。好，那也让我们空调房久待的场景。我觉得这个是很多朋友们在现在也是到夏天了，经常会碰到的一种情况。就有时候在空调房坐久了，难免会碰到一些肌肤的问题。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道题，你会如何去演绎呢？好，请听题。场景小剧本第2套。你一走进空调房，整个人瞬间舒适，忍不住心想：哎呀，这才是夏天正确的打开方式嘛。刚开始呢，你状态很好，做得很端正，工作也非常投入。过了一会儿，你开始下意识地摸脸，你觉得脸上有点紧绷的感觉。再过一会儿，你发现你想做一些表情，已经有一点脸绷绷的了。这个时候，你看着空调出风口，突然明白，原来这一整天不是我在吹空调，是空调在吹我啊！哇，最后的这个表情演得好到位啊！我以为如果是我的话，你知道我曾经也有一段做演员的经历，导演就会说：齐天，你的这个表演做得太夸张了。我觉得刚刚你这个度就拿捏得很好。真的假的？就是当你发现这个空调已经把这个脸上吹得比较干干的之后，就是有一点点无可奈何，但是又没办法，又得接受。但是最后我又观察到一丝这个嘴角的上扬，好像又找到了一些好帮手或者好搭子，能够让你维持好状态。对，是什么呢？是我们的。我先休息一下，去一下洗手间敷一个面膜，再来上班。没错，所以说它还是能够让你在我们这个春夏就是交际的过程当中，或者说在我们夏天，大家可能在空调房待久了，这个时候脸上会可能比较紧绷啊，又或者是这个春夏换季脸上有一点状态不太稳定的时候，这个时候使用到我们的肌旅面膜，能够让我们的面部维持在一个把皮肤状态给稳回来，没错。对，而且我觉得在空调房中确实很容易让我们皮肤变得拔干。对，这个时候我们能够做到时刻保湿也是非常重要的，对不对？是的。好，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第3个，我们会转到哪一个场景呢？来，3、2、1，开始。嘟，这个是重要约会来，那看一下这个场景是什么呢？我来看一下这个题卡。我觉得这个题目有一点小难度，我要先提示你一下，可能会有一个小坑在里面，所以所以你得仔细听我的旁白。不能听到小坑，不能听到小坑是不是？已经在想，这个齐天要怎么刁难你了？好，那我们现在听一下我们这个情景吧，好不好？好，这个情景是场景小剧本3，熬夜工作结束之后，你整个人瘫在沙发上，此时此刻，你已经准备放弃形象管理了。这个时候，突然手机一亮，叮叮叮，你拿起手机，看到一条消息。这个消息说：“明天有空吗？想约你见一面。”这个时候你瞬间坐直，还以为是市境通知。这个时候马上拿出大师面膜，想要对抗一下熬夜疲态。开始认真准备明天的高光登场。第2天，你信心满满的起床，状态满满的打开手机，发现20分钟之后，对方补了一句：“你好呀，我是昨天联系你的房屋中介，方便明天看房吗？”咔，最后已经笑不出来了，是不是？已经开始看到嘴角抽动了，是不是？我以为你会
一下这个手机甩出去了。那我觉得其实还是我们生活中会碰到的一个场景啊，但我觉得你前面做的这个选择很对，就是拿到了我们的大师面膜。本来就是在我们要见重要的人，或者是有一些比较重要的这个会议的面前啊，去选择用大师面膜来做一个急救，让我们的皮肤保持在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对不对？好，那我觉得这前3关啊，或者说前3个场景演绎的也是非常的手拿把掐哟。我觉得夸张了，过奖了。那我也没有让你嘛。你看，其实我在每一个念的时候，我说的这个语速都很快，而且你每一个情绪的这个转变其实也很快。那我觉得也适合大家重温了一下我们在生活当中的一些有趣的状态，而且也确实蛮真实的，对不对？比方说我们刚刚转到几个场景，我们在夏日通勤的时候，那不免就会比方说晒后，或者说在这个太阳灼伤之后，对，就需要这个我们的这个面膜来让我们的肌肤的状态更加稳定，又或者是我们在见一些重要的人之前，或者说有一些重要的事情前，我们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的大师面膜能够让我们的这个状态更好。又或者是比方说有一些其他场景啦，在生日聚会啊，我们也可以选择我们的白月光面膜，能够让我们的整体的气色更好，变得面部更亮，对不对？看来芬还是很了解我们刚刚给大家介绍到的这几款不同的面膜哦。那不知道屏幕前的朋友们刚刚听完了我们这些使用场景，相信也已经知道自己更加适合哪一款面膜，对不对？那大家也可以点击我们右下角的购物车来挑选出自己非常适合的那一款。那我觉得我们的这个场景就先讲到这里哈，确实不同的变换场景也是适用我们不同的面膜产品的。那接下来我们刚刚考验的是这个表情的控制能力啊，我们接下来要考验另一个可以说是基本功，但也可以说是就是在这个演绎当中能够让你更加出彩的，就是对于我们的这个声音的控制，同时还有这个反应的控制。接下来这个环节叫做声控试镜间。那如果说我们这一次全部通关的话，我们也会为大家解锁我们今天的专属福利。那我要好好努力了。好好努力了，是不是？我觉得我给大家看完这个福利之后，你更要好好努力了。我们看一下是什么。这个是我们品牌方为大家准备的PEN专属痛包2个哦。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简单给大家看看，我就用你手上的这个给大家看一看，好不好？这里有哪一些用心的点呢？这些都是我们品牌方的小伙伴来手搓制作的，每一个都是手工来打造的哦。你在上面有没有发现一些小小的亮点，或者是小小走心的细节？这里有很多小兔子挂件。是的。这里还有一个这个小的圆镜。这是个圆镜也是那个会变的是吗？没错。还有这里你看，我们在这个包带上还有很多的迷你的小小的吧唧。然后重点是你发现了？我发现了啊，在哪里？来给大家看一看。他们应该看不到，先对。那我们先制造一点点这个小期待，慢慢的给大家看一下。哇，这里是一个小方巾，对不对？而且继承的是蝴蝶结的形状，对的。而且还有走心的部分，你看上面还有这个小兔子。听说这个小兔子还是你手绘的是吗？是，确实是吧？是的。我当时还就是有一点没有，就是有一点不相信。我们品牌方的小伙伴说，这个是PEN手绘的。我说怎么画出来和这个打印的一样？因为我之前有看过另一个版本的手绘，所以我说这个画技进步很大。然后我们再来，什么意思？这夸夸的意思啊，确实啊，确实之前是可爱，现在是写实，对不对？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现在在前面这个是一个手机支架，然后呢还有我们的小卡。这是手机支架。对，然后这个是小卡，然后还有一个冰箱贴。那同时你看这个小包包，这里也是小兔子耳朵的形状。所以这上面呢有很多关于PEN的元素。我们把那个方巾可以，你要给大家展示一下是不是？好的，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吧。这个方巾，它的用处很多。比方说，你夏天如果没有带伞的话，就可以拿这个遮阳。确实，然后还可以挂在裤子上啊。做一个穿搭小配件。对的，还可以放在脖子上，对，我觉得有时候脖子防晒也很重要，或者是有时候你当做一个穿搭配件的话也很好看，对不对？对的，我觉得真的是有心了。所以我们稍后呢，如果完成了我们这一轮的挑战，我们就给大家解锁一下，好不好？非常有心。而且这个方巾摸起来质感很舒服，对不对？
我们刚刚这个是系成蝴蝶结了，你看见能还原吗？我能还原啊，能还原。哎，我们看一下是不是？哇，如果没还原的话，好，我们等会儿让工作人员再重新记一下。我觉得也很好看了啊，跟这个也就差了个50%吧。对啊，反正是个蝴蝶结，也很好看啊，而且。哎，我觉得这个更有意义，这个是刚刚亲手为我们系上的哦。哎，你看我的小巧思，哎呀，小巧思被大家发现了，被我发现了。好，那我们现在呢，也在稍后这个环节，如果说通过了我们接下来的这几轮挑战，我们就给大家放在我们的抽奖道具当中，大家也可以进行抽奖。好，那我们这个先放在这边给大家展示一下，好不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我们接下来这个环节的挑战了。那我们有请工作人员先拿上道具。看到这个熟悉的道具啊，可能你可能玩过，也可能没玩过，但我觉得在屏幕前的大家可能也比较熟悉了。这个最原先呢是一个动物名称大挑战，但是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你刚刚说了啊，让我不要让你，那我一定是做了难度升级的。我们接下来不仅要根据节奏，不仅仅就是不是说它的名字，而是要说出动物的叫声。好，我们先来看几个吧。假如说这个牛是怎么叫呢？怎么叫？我叫错了怎么办？不会的，我相信牛哎，牛哎。我们现在以你的标准为标准啊。那好，那我牛是怎么叫的呢？牛是，摸摸是吧？啊，好。那羊呢？羊呢？摸。羊的话就咩。咩。好，那咩。好，那我接下来我们再看几个动物吧，由你来定好不好？我们看这个，这个小猫。喵喵。好，那小狗。咩喵。小狗。汪。好。汪好，可以。那我们看下面这个。汪。好，最后一个不给你看了，最后一个让你临时现场来想。我觉得最后一个还是难一点的。好，我们接下来首先做好准备喽，做好准备，我们就可以开始，好不好？好，那我们接下来有请我们的音乐老师来给我们一点点音乐 music。来，3、2、1，节奏开始。来。开始了啊，开始了。好，我们再跟一遍。好，你再酝酿一下，我懂了，让你一轮啊。好，那我再来，我们这样啊，没有了，所以我们还是要一遍过了。啊，好。好，那这样我们再来一次，我们那个音控老师做好准备。你这样显得我很弱智啊，没有啦，你刚刚肯定是在仔细观察他，是不是？好，那这样是他说完之后，然后我马上要接是吗？对，他前面有一句类似于很多朋友们说，这个前面的前奏是“魔王站在温度计上”，说完这句话你就可以开始。啊，好，好，来，我们音频老师做好准备喽，3、2、1，开始。猫猫咩咩，猫猫们呸呸。哎，刚刚还是胜券在握呀，怎么回事呢？啊，我们这段掐掉，假装没有啊，假装没有。来，我们再来一遍啊，再来一遍，进入一下状态了啊。好，给大家也首先看一下，好，我放在这边。好，准备好喽，好，可以喽，那我们就开始喽。来，音频老师做好准备，3、2、1，开始。猫猫咩咩咩，猫猫猫。好，第一个成功。好，我们看一下下一题。你感觉已经很忍不住想要把这个题板拿走了，我要扳回一局。好，我们再看一下下一题是什么呢？来，我觉得这个其实本身它动物都有点难分辨了，小猫小狗长得还挺像的，是不是？好，那看一下你的表现吧。我们音频老师做好准备。好，我们放在这边，也给大家可以看到。好，3、2、1，节奏。喵喵喵汪汪喵喵汪喵汪。好，我算你过了啊。好，因为我迫不及待想要看一下你的第3题会答得怎么样。好，那这样吧，我们刚刚其实还没看，我们给你3秒钟，先看一下，内心来思索一下这些动物是怎么叫的，好不好？这个小嘴已经开始动了啊，已经开始尝试了一下。好。不用再看了，确定了。好，那我们开始喽。来，音频老师做好准备。来，3、2、1 ，music。喵咩某某汪咩咩某汪喵呸呸。好，最后2个了啊，12个答对了10个，前10个啊，我觉得算我过吗？算过吧。
大家说算不算？大家可以在评论区打出来，好不好？我觉得超过半数吧，那我们就算过了。毕竟我们这一轮为的不是要考倒喷，为的是要把我们这个福利给大家送出去。已经考倒了，没事，我们有点难，我们还有2轮呢你只要不记恨我就行，你别等会儿给我挖个小坑就行。好，那我觉得刚刚的声控试镜间，来，我们是不是大家的这个评论算还是不算呢？已经过半数了，是不是啊？好，那我们声控试音间就算是完美通关了，那感觉还是有点小紧张的。你已经就是成功击败了我的士气。也没有。那接下来几轮，我觉得还是有蛮多可以参加到这个挑战当中来感受一下我给你设置这个不同难度的啊。那同时我要提醒一下大家，我们今天一定要记得，如果说想要参加到我们抽奖当中的话，一定要记得有我们的购买金额满259元的朋友们才能够进行抽奖。同时要提醒一下各位，我们刚刚我们工作人员已经给我们就是传递了这样的信息哈，好像现在已经成交快900了，对不对？所以说还有最后100份的成交额，大家就可以解锁52份的巨幅2米海报。那同时，大家在下一个阶段也可以继续来解锁我们3000份的成交额，同时给大家解锁150份的巨幅海报。意味着我们的解锁的海报越多，大家抽中巨幅海报的几率也就越大。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个2米的佩恩的海报，不管是挂在家里，还是挂在门上，这一回家，哇塞，可养眼了。太荣幸了，太荣幸了，是不是？你看看这个巨幅海报，可太用心了哇！而且感觉好像就是1比1的人形立牌挂在家里，哇塞！每天一回家一推开门，首先看到的是佩恩帅气的脸庞。好了，不夸了啊！我们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下一关，我们刚刚考验的是反应能力，那接下来我们作为演员，肯定还要有很好的台词功底。台词功底我们平时怎么练呢？我相信大家平时在上专业课的时候，一定逃不开绕口令这一关。那接下来我们也会拿出几个不同难度的绕口令，需要佩恩在我们现场进行完成，并且已经迫不及待了是吗？并且不能卡壳，不能嘴瓢。瓢了怎么办？如果瓢了，你就得从头再来，直到顺利通关为止。好的。你看，我已经真的，我希望你一定能赢，把这一波我们的福利给大家解锁出来。好，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第一题，需要把第一题当做热身吗？还是直接开始？需要热身，因为我们先锻炼一个。不用，直接开始啊！每次我们开始都非常的自信满满。好，那接下来我们也有请，那这样我给大家来展示，你可以看到我们前方的屏幕，好不好？好，那你可以拿着。对。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题，同时也请佩恩做好准备喽。来，我们的音频老师也做好准备，3秒钟倒计时，3、2、1，开始。北平坡上白家有个伯伯，家里养着188只白鹅，门口种着188棵白果，树上住着188只八哥，八哥在白果树上吃白果，白鹅气得直叫鹅。好，我们先算第一轮过，我们看下第二题。我刚刚发现一个这个很厉害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这个音频老师放了一段很有节奏感的音乐啊，然后你每个字都踩中了，都没有踩中吗？都踩中了，踩中了鼓点。那我看一下下一个你能不能踩中？下一个它的这个字数不是特别的对仗工整，大家看一下你能不能跟着节奏来，就有点我刚刚突然恍惚了一下，有点听 rap 的感觉啊。来，我们看一下第二题，要不要先看一下呢？还是直接开始？好，快速熟悉一下。好，不用了是吧？好，来，我们音频老师也做好准备喽。3、2、1，开始。这个音乐太有节奏了。熟悉一下。一只皮鞋，一只蒲鞋，皮鞋补蒲鞋，蒲鞋补皮鞋，皮鞋蒲鞋，蒲鞋皮鞋。黑豆放在黑豆里，黑豆放在黑豆。你这个是2段吧？还是对，这是2段。但是插在一起了啊。第一段过了，好，那我们第二段我们再来一次，好不好？好。它应该是黑豆和黑斗，黑斗应该是一个装豆的容器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来，音频老师做好准备，3、2、1，开始。黑豆放在黑斗里，黑斗里边放黑豆，黑豆放黑斗，黑斗放黑豆，不知黑斗放黑斗还是黑斗放黑豆。哦，这个完美通关了，这个毋庸置疑。你看刚刚
一回头看到我的眼神都是发光的，就感觉哇，这一题还是非常完美的过关了。就是念着念着一回头，一回头发现过了，是不是啊？还是简单的是吧？啊，那我们来看一下第3题，看来佩恩的台词的功底还是很扎实的，但是我们接下来还得继续验证。你知道绕口令它分很多个难度级别是吗？有很多级别。我觉得刚刚第1题、第2题，你觉得算是过了初级又过了中级。然后我们看第3题，我觉得第3题，你等会儿这难度的增加，慢慢就不扎实了。不会我觉得都已经到中级了。毕竟你像我是学主持专业，我肯定更需要扎实，所以你不用有压力。好，我们看一下第3题，来看一下第3题是什么呢？也给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来，要不要熟悉一下内容，还是直接就开始？不用了啊，那也直接开始，是不是？好，那我们音频老师好给大家看一看。这里有几个还贴心的给你进行注音了吭哧吭哧，窝须窝须，来直接开始了啊！3、2、1，音频。天上7颗星，地上7块冰，台上7盏灯，树上7只鹰，墙上7枚钉，吭哧吭哧拔脱7枚钉，乌须乌须赶走7只鹰，乒乓乒乓踏坏7块冰，一阵风来吹来7盏灯，一片乌云遮掉7颗星。哇，这边好顺啊！而且我刚刚发现你是不是已经找到状态了？刚刚开始的时候你已经开始踮脚找节拍了。是的，自己进入到这个状态里面就会变简单很多，是吧？好，那接下来难度升级，最高难度。哎呀，这个还是个竖板。这个是我感觉这个光看都有点看不过来了。这个是这是超难度版，附加题，好吧？附加题的难度，看一下能不能先截图，然后回去大家一块儿读。大家一起多练练嘴皮子，是不是？练一练我们台词基本功。感觉还是有点小压力，是不是？可以啊。那这样我们等会儿 battle 一下。可以啊。可以啊。肯定没有你好。那我也很久没练了啊，老师，这段不能被我专业课老师看到啊。这样，那你先来还是我先来？我先来。你先来啊。那这样你过了我就不需要再表演了，你过了就直接给大家解锁这个福利了，好不好？好，那我们开始喽。这看着真的有点紧张。看着它其实就比较相似，我这乍一眼看上去有点像连连看的感觉。我从来没有读过这么长的。但是挑战嘛，那我们就挑战一下，好不好？好，来，那我们的音频老师也做好准备，3、2、1，开始。包保镖包包子，包保镖表哥包饺子，包保镖帮包保镖表哥包饺子，包保镖表哥帮包保镖包包子，包保镖想吃包保镖表哥的饺子，包保镖表哥也想吃包保镖的包子，包保镖去包保镖表哥家里吃包保镖与包保镖表哥一起包的饺子，包保镖请包保镖表哥一起吃，包保镖和包保镖表哥在包保镖家里包保镖包的包子，包保镖吃完包保镖表哥的饺子，包保镖表哥吃完包保镖的包子，到最后包保镖快快乐乐的吃包子，包保镖表哥开开心心包饺子。哇，太强了，一遍过。调了？没有，我没有听到调，有调是吗？有一点点啊，但我其实听得很顺哎，而且到最后就是声音一句比一句高，就感觉还是进入到这个状态中。这个得用劲，要不然读不出来。确实啊，但我觉得也很顺了，而且我刚刚其实有根据我们这个台词去看，就是好像我是没有看到有很明显的这个嘴瓢了，所以我觉得这一关也是顺利通关，好不好？你要不要来一下？你怎么你要 cue 到我？试一下。好，那我试一下吧。因为我发现这个东西确实，这一段确实你不用劲的话，你的嘴皮会软会瓢。好，来，那今天佩恩既然发出邀请了，那我们就接受挑战一下。同时，那这样，如果说我挑战，我确实有很久没练了。那这样，你放我一马行不行？我放你一马。你放我一马。我如果说1半以上我对了，你也答应我送给大家一个小福利，好不好？好啊，可以啊。我先不说这个福利是什么，但是你都能答应是吧？我都能答应。好，就冲你这股劲非常。那真的很难。那我得努力了。好，那我们音频老师来吧，来，3、2、1，开始。包保镖包包子，包保镖表哥包饺子，包保镖帮包保镖表哥包饺子，包保镖表哥帮
包保镖包包子，包保镖想吃包保镖表哥的饺子，包保镖表哥想吃包保镖保镖的包子，包保镖去包保镖家里吃包保哥与包保镖表哥一起包的饺子，包保镖请包保镖表哥一起吃包保镖和包保镖表哥在包保镖家里包包保镖包的包子，包保镖吃完包保镖表哥的饺子，包保镖表哥吃完包保镖的包子，最后包保镖快快乐乐包包子，包保镖表哥开开心心的包饺子。哎，我觉得我语速还快一点啊！是的。这个今天我来主持之前，品牌方没有说啊还要考专业课，我以为是要考佩恩，没想到啊还被反将一军。那这样不错，那还是很不错的是吧？那这样吧，我要给大家多争取一个福利。我们今天说了，大家消费前10可以获得亲签照，我想把这个名额我们再多加一位，好不好？前11，然后我们多给大家一张亲签照，好不好？大家多一个拿到亲签照的机会。好，我们这个难题放下，先不要管它了。好，有请工作人员。哇，选了一张很帅气的照片，来，我们也在现场给大家多加一个亲签名额，这是算是我给大家赢回来的哦。而且我现在有点理解刚刚这个佩恩参加这个挑战心情了。我这说完，手上还有一点小抖，是吧？我也是。看来还是有点真的很难，这个呼吸还没有平复过来。好，那我们有请佩恩先给大家签上这个给大家刚刚争取到的福利吧。同时要提醒各位哦，我们今天不仅仅有亲签，这个也是刚刚齐天给大家努力通过我们的这个绕口令挑战，给大家争取到多的一枚亲签。同时，我们也可以请导播老师再一次切一下我们的2米高的巨幅大海报。那我们今天如果说成交的份数突破1000份的话，我们会给大家给到解锁52份的2米巨幅海报，同时我们现在也已经在接近3000份的成交了。那接下来如果说突破3000份的成交，我们的这个数额也会相应的翻3倍，给大家解锁150份的2米巨幅海报。那大家也可以点进到我们的参与我们的抽奖工具，一起来参与起来。同时要提醒大家哦，我们今天所有不管是亲签还是我们的巨幅海报，一定要记得有我们相应的下单记录，并且消费金额满2259元的朋友才可以进行抽奖了。同时还有福利，我们刚刚又解锁了这个绕口令的环节，还给大家解锁了2个新的痛包，一共是4枚专属痛包，给大家再次展示一下。恭喜我们又解锁了2枚痛包，同时大家也可以点击我们右上角的礼盒来参加我们的抽奖哦。那同时要记得一定要有今天下单记录朋友才可以抽奖，否则抽中你但是不符合要求的话也是非常可惜的。那我觉得说完这一段，刚刚还在沉浸在我们的这个绕口令的紧张氛围当中。是的，就是被你要在这儿就说不好就很丢人，很丢人。你有没有觉得，所以你手才会？我觉得其实是因为我太想给大家赢下这一波福利了，对啊，我太重视它了。你也是，我们一开始没有说你赢了有福利，有我们这个痛包是不是？对啊，但我觉得其实是那个绕口令的这个节奏确实好像打鸡血一样，噔噔噔噔噔噔噔的，然后特别担心说错，对不对？那个节奏你得把它刨开，要不然你后面那段没法读。原来这一段它其实还是起到一个干扰的作用。对，但我觉得也确实，你可以在这样的一个节奏当中，也能够把它很好的呈现出来确实很厉害。那我们刚刚的台词不 NG， 在我们2人的这个挑战之下就圆满结束了。那今天的直播其实也虽然说慢慢接近尾声了，我们既完成了人生剧本挑战看了一下，佩恩对于不同种的情绪、不同种的状态的呈现能力，同时还有我们的高光情景演绎，以及我们的声控试音间，感受了不同的今天这样的一个非常特别的剧场。那留下了很多这个可爱的瞬间、有趣的瞬间。那我也想给大家再来争取一个小小的惊喜彩蛋环节。你不知道前阵子，妈呀，这个舌头已经开始有点打结了。刚才用力过吗？对，把所有的这个说话平整度都放在这个绕口令当中了。就前段时间有一个比较火的七彩阳光手指操，我觉得这个不仅考验你的这个手指灵活性，也挺考验脑力的。那这个怎么玩呢？就是要通过我们的七彩阳光的节奏，同时呢，用我们的手就是1、2、3、4跟上它的节奏。如果说没有错误的话，我们就算是通过这一轮的挑战，好不好？那大家也可以进行截图保存。那我们开始前，我们先确认一下，佩恩平时你在表示1到8的时候，手势是什么样的？
按我的习惯来。按你的习惯来。我只是想先确认一下，看看是不是这1、2、3、4啊，5啊，这是5啊，这是6、7啊7、8。OK， 行，学到了。我发现其实好像不知道是南北区域不同，还是不同的省份，它表示的方式也有不同，对不对？那接下来有没有可能是从小学的不同？哦，好的，那也是可能不同区域了。那这样，我们就先以你熟悉的方式来，就这一轮是不是？好，没事。你刚才问那个问题是不是怕我糊弄过去？没有，你就是看来你已经被我挖坑挖习惯了，你以为我还得换成自己的手势是不是？好，没有啦，那我们就这一轮看能不能一遍过，好不好？那看来大家也可以做好准备，开始截屏喽。我觉得我过不了。你肯定了。那这样，那你觉得你想，那我给你一个选择，你想要挑战双手还是想挑战单手？啊？就是还有单手的和双手的。也可以啊，我觉得双手会更难一点。就以我自己的这个体验来说，你说的算。那你单手也行啊，那你选吧，咱不纠结。双手，那是双手好不好？好，那我们屏幕前大家也可以做好截图的准备，那截屏的准备，录屏的准备。好，那同时我们的老师朋友们也可以准备好我们的音乐，来酝酿一下啊，3、2、1，七彩阳光手指长操开始。预备节，1、2、3、4、5、6、7、8，2、2、3、4、5、6、7、8，3、2、3、4、5、6、7、8，4、2、3、4、5、6，伸展运动。哎呀，伸展运动就结束了，但我觉得刚刚错了，哪有错？我错了一个，是吗？是吗？为什么你每次对自己是不是要求太高了？我刚刚其实一直有看这个录屏，我感觉看起来挺顺的，可能是我没反应过来。但我觉得在我的标准里算是挑战成功了。抬举我了，抬举怎么样？感觉你这个意犹未尽，是不是还要再来一遍？但我觉得也够了。大家刚刚也通过我们这一段七彩阳光的手指操，也觉得非常的有一个不同的这个展现哈，也是为我们今天的直播留下了一个非常有记忆点的收尾画面。那其实今天佩恩来到我们羁旅特别的剧场，和大家完成了这么多的挑战，同时呢也解锁了很多朋友们的福利。要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现在呢也会给大家解锁我们巨幅海报的福利哦，大家也可以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小黄车内去找到自己喜欢的那一个链接，或者是适合自己的套组进行下单。那我们今天的直播马上也要接近尾声了，在最后的最后，不知道佩恩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感受和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吧，就是今天很开心能来到羁旅的直播间，然后看到这么用心的布置，然后还有这么大的一个惊喜的巨幅海报，真的是就没有想到，真的很惊喜，确实，很浪漫，还有这个花瓣，对不对？就很浪漫，对，这个巨幅海报太震撼了，比我人还高。这应该是和你1比1打造的啊，它应该是加了上下的宽度，就是2米啊。就是谢谢大家一直，在直播间那个屏幕前啊，陪我们一起做游戏、做挑战什么的，然后也给大家一起解锁了很多福利。希望今天的这个直播能给大家带来一些轻松和快乐，因为今天毕竟是工作日嘛，学习日嘛，也希望大家通过今天晚上能够开开心心、安安静静的把今天所有的压力都释放掉，然后安稳的入睡，然后迎接明天的崭新的一天啊！在忙碌的生活里，也记得给自己就是放松和准备的时间啊！希望大家都能照顾好自己的状态。就是谢谢羁旅给我准备了这么大的惊喜啊！这个惊喜 Q 了好几次了啊！看来真的是非常喜欢，很酷啊！没事，等会儿咱们下播把它带一卷回家，可以在自己家里也挂一个。那我觉得其实也非常感谢佩恩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带大家度过了非常开心愉快的1小时。你看，虽然我们做完了这个绕口令挑战之后，仿佛我们俩人的这个口条，所有的这个能力都已经用在绕口令上，对不对？我发现说完绕口令之后，反而舌头会有一点点打结，但是别说，确实，哎，你以前就是咱们念书的时候有做过这么长的吗？我没有，我觉得这是今天碰到最难的，对吧？我们念书的时候都是800标拼奔北坡，还有一个类似的什么，就差不多的什么，刘奶奶那个，我们还有什么催腿催腿啊？对，我觉得这个第一次见啊，这个感觉这个真的第一次见。到时候可以就是绕口令难度的这个
top 1，大家也可以截图，以后又有新的教材了。惊呆了啊，惊呆了，确实，感觉把我们今天的口条已经耗尽了。那今天其实佩恩给我们在直播间带来了很多这个福利也好，或者说通过挑战给大家解锁到了超多的福利也好，那我们其实也有一个小小的小惊喜或者小礼物要送给你，来有请工作人员。哇，分量感十足哦！感谢。你看这是一束花，但是呢，也是一束非常特别的花。你可以看到，这是一束积木花。积木，对，它其实是我们品牌方的小伙伴一块一块拼出来的。就其实像你在饰演了那么多的角色的过程当中，肯定背后也付出了很多的努力。我们希望每一次角色、每一次努力，还有每一个被大家看到的瞬间，其实也是在不断的拼凑出一个更加鲜活、更加多面、更加好的你。那也希望佩恩未来的事业也像我们这一束花一样，能够持续生长，不断的绽放。也希望在未来能够看到更多好的舞台、好的作品，收获更多属于你的高光时刻喽。谢谢。还是仔细观察了一下，对不对？观察了一下。那没事的，到时候我们可以一起带回家。来，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先暂行保管。那最后的最后，还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大家说，或者说送一些小小的祝福给大家呢？谢谢机旅，也谢谢大家的祝福。今天确实还蛮开心的，不能再往后看了。已经看回头好几次了，没事啊，我们等会儿品牌可能打包个几份，一起给你带回家。希望大家能收获属于自己的好状态，然后多用我们的机旅的大师面膜，还有这个白月光面膜。对，就是希望大家就明天，工作，上课，然后要见重要的人的时候，都用一下我们，就提前做好准备，提前保障自己的状态，对。是的，那我们也非常要再一次感谢佩恩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那同时也感谢佩恩在过去的这些日子里不断的打磨好的角色、好的作品给到大家，那也非常期待在未来能够有更多好的作品和大家见面，我们所有的朋友们也会一如既往的支持你喽。那也非常感谢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大家度过了非常快乐的1小时，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到这里就先暂时告一段落，大家也可以把佩恩下次见在我们的评论区刷起来，我们也期待在最后有更多的好的作品和舞台见到佩恩喽，我们下次见了，拜拜。谢谢。拜拜。可以拿好你的这个巨幅海报，一起快乐的回家了。好，拜拜，下次见啦，拜拜。